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对中国气球事件的确是反应过度。最近几周占据美国主流新闻网站头版的消息只有一个：中国间谍气球事件。美国空军出动 F-22战斗机将这颗气球击落以后，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面，又击落了在美国阿拉斯加海岸附近、加拿大上空和美国休伦湖上空飞行的3个不明飞行物。美国的舆论的风潮和政客们口无遮拦的暴论达到了顶峰。实际上，从始至终，美国军方都在试图低调地处理气球事件。从一开始声明中国气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没有威胁，到迅速的澄清新击落的3个目标与中国无关。但是美国的政客们不管这些，两党的议员都在借这个难得的素材充分地发表反华言论，为自己拉人气。美国的媒体也借机疯狂的炒作，在10几天的时间里面压倒了一切国际国内的新闻，这让我们觉得很不对劲呢。美国人为什么对气球事件如此的歇斯底里？不仅我们觉得不可思议，美国的一些学者专家也觉得美国的反应过度了。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在2月13号发表文章，说美国对中国气球事件反应过度，让人害怕。文章说，美国是如此的不习惯于被挑战，整个国家对中国充满了焦虑，以至于冷静的回应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作者认为，美国之所以如此焦虑，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韬光养晦策略，公开表示愿意以直接的甚至是正面的方式与美国竞争。而自从苏联解体以后，美国已经不习惯于受到同级别竞争对手的系统性挑战了。中国愿意展示自己的色彩，实际上比以前的韬光养晦时代是更健康、更易于打交道，避免西方国家的误判。但是美国最近的过度的反应，其害处已经远远超出了气球事件的本身。为了与中国竞争呢，美国现在正朝着以计算机、芯片制造业为重点的孤立性的产业政策狂奔。但是美国政界对于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几乎没有进行过公开的审查。许多美国专家都说，这将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，将气球事件变成一场歇斯底里的党争，互相比拼对中国的强硬，这绝不是保护美国利益、宣传美国政治正确的最佳方式。美国已经不习惯于接受挑战了，对中国充满了焦虑，以至于几乎不可能保持清醒和理智。其结果是美国将越来越多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比如美国国会最近掀起的对中国社交媒体 TikTok 的恐慌。在国会山，美国的政客们正在争相显示出最强硬的立场，谴责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。一周又一周，呼吁彻底禁止 TikTok 的声音是越来越多。这些人真的研究过使用 TikTok 的风险吗？没有。如今呢，在美国，冷静谨慎但是精明的制定对华政策已经不可能了。在对中国的挑战日益激动的回应中，美国已经背叛了自己过去长期坚持的价值观。最近的例子就是在德克萨斯州、佛罗里达州、阿肯色州的立法者开始禁止中国公民在这些州购买房地产。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作为世界的老大，对于所有可能挑战他的霸权的国家都毫不手软地实施了打压，而且都成功了。先是英国，然后是苏联，最后一个是日本。这和意识形态无关，但是面对中国呢，美国第一次感觉到以往的手段措施都不太管用了，有些力不从心了。这就是他们内心恐惧的根本原因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